一个新科状元，一个探花。乔宁、乔柔，你们俩抽签选婿吧。好，既如此，那乔宁，你便与谢公子。我不同意。我对乔柔思慕已久，只愿娶她。乔宁为人张扬跋扈，草菅人命，谢野南断然不会要这样的女人。当众聚会相府敌你，是啊，居然看上了一个庶女。这眼神，谢叶南也重生回来了。既如此，这一世我便成全你，从此天高任海阔。小女愿嫁崔大人。乔宁，你可确定？女儿确定。像乔宁这种女人，无论嫁到哪家都是祸害。我的未婚妻就不劳谢公子之心。婚姻之事，当两家定约，在下立即启程回乡，禀明家中长辈下聘。我同意。这是我们家代代传袭的信物，我替母亲先给乔宁。前世崔景行根本没给过乔柔任何信物，这玉佩还带着她的体温，那便等崔公子。姐姐来看，燕南哥哥叫人抬了好多聘礼。我之前和他说不要太招摇，可他非说婚姻大事，怎么也不能寒碜了去。哎呀，瞧我这张嘴，不小心提到姐姐的伤心事了。既然嘴上没个把门，那便自扇10掌，管好你自己。姐姐，你别生气。若是你气崔公子一走了之，叫你在贵女中没了脸，那你便拿走我的聘礼吧。只要你高兴，哪怕你拿我发气也是应该的。乔宁，我就知道你仗着自己是相府嫡女，在府里作威作福欺负柔儿。你居然想要我给柔儿的东西？我没有。没有。来人，把箱子全给我打开，让大小姐好好长长见识。乔宁，这举确凿你还想怎么狡辩？我谢家满当当的聘礼怎么一进门就全空了？这相府除了你，还有谁有这本事能在众人眼前偷梁换柱？知道你因为柔儿嫁得比你好，心生嫉妒，故意偷走聘礼，想让她丢脸。我没有。你没有，那东西呢？姐姐，你若喜欢光明正大的拿去便是，何必悄悄换了东西呢？我堂堂相府嫡女，什么没见过？用得着贪你那点子东西？说不准你就是见不得柔儿好。我谢家聘礼样样都有登记，少了一件你都得赔。来人，立刻报官！这事若是闹大，你让旁人怎么看相府？你若现在向柔儿道歉赔偿，我便既往不咎。滚！我相府没有你这样的女婿。我可没有这么不要脸的越界，后日我便前来把柔儿带走。把这个孽障关进祠堂，给我跪着忏悔！大小姐，相爷这是急火攻心。谢公子今日在朝堂上直言弹劾相爷包庇您贪图聘礼，皇上大怒，相爷当场就晕死了过去。幸好抢救及时，算是从鬼门关拽回来了。姐姐，你将桂嬷嬷借我一用，待明日出嫁后再还给你。父亲尚在病榻，你非但不闻不问，反而还惦记着出嫁。乔柔，你怎么对得起父亲往日养育你的恩情？你还是人吗？说的如此难听，父亲病着，我也担心。若非那几箱丢了的聘礼，我想过门还得等等。不忠不孝的东西，为了个男人竟然忘恩负义！乔宁，你爹出事都是他咎由自取，你把气撒在柔儿身上算什么本事？父亲，您身体还没好，何必出来送他？再怎么说，她也是我相府的二小姐，公夫站在这儿，仍是她的靠山，不能让人看了相府的笑话。
太好了，柔儿，你终于成了我的妻，差一点，我们就要被那些恶毒的奸人所害，被迫分离了。乱人姻缘的大小姐，侵入我的聘礼男，真是恶毒啊！你这个，哎呀，相爷吐血了，这喜事岂不是要变丧事了？果然有其父必有其母，都是虚张声势的好手。啊，那你是他罪有应得。驾，回府。为什么我明明成全了你，你们却还要逼死我父亲？谢燕南、乔柔，我绝不放过你们！我要你们血债现偿！父亲昏迷的这2日，相府里那层由相爷威严撑起的体面，就像一张被水泡软的窗户纸，轻轻一戳，便破了。树倒猢狲散，前世这等戏码我早就看腻了。失了谢燕南这个准女婿，父亲又倒床不起，底下人自然坐不住了。库房绝不可能没有银霜炭，这盆黑炭是底下人用来掂量相府底盘的炭路石。若我连这等轻慢都咽下，明日这主屋恐怕就要被搬空了。说相爷要是赶不过去，这相府岂不是要叫谢家那位二小姐踩在脚底下了？可不是嘛，谢家下聘的聘礼都叫人查出是空箱子了，主母也不发话。眼看着大小姐选的那个崔家，哼，也是个没影的落炮户。把那几盆黑炭撤了，相府的主心骨还在。是，大小姐说的对，快进去把那几盆黑炭抬出来，换上银霜炭。相府大小姐可在？我家公子有令，明日便是二小姐入府的大喜日子，特命小的送来明日的流水席单子。我家公子说了，这是给卧病的相爷沾沾喜气，冲个喜。住手！闽南王府的灰灰，前世就是这家历史，碾碎了我全身的骨头。谢燕南要用这场流水仪向全京城宣告胜利，把相府的尊严踩在脚底。若我当场撕碎帖子大骂，便正中谢燕特下怀。回去告诉谢燕南，相府不吃外人的冷饭。父亲，醒了。那些逼我撞柱的画面，到底是梦，还是……相处的瞬间，这滚烫的体温砸进了我的心里。前世，父亲为了我撞死在朱漆圆柱上；今世，只要这双手还有温度，我相府的脊梁就绝对不会断。宁儿，是为父的错，不该绑下朱旭，害你受人嘲笑。小姐姐姑爷回门。父亲歇着，门外的风吹不到这屋里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今日
谁也别想踏进这扇门半步。怎么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相府的规矩真是越发无趣。没什么事，你们便回吧。主屋病重，全府如素。乔柔今日这身打扮，是对相府规矩最恶毒的践踏。姐姐，乔宁，你挡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今日踏进这座破落院子，来看里面那个半死不活的老东西，那是看得起他。你还真当自己是那个能在这府里颐指气使的大小姐？赶紧给我让开！谢燕南、乔柔，你们将忘恩负义演绎到了极致，现在叫得越慌，往后死得越惨。事到如今，都是他自作自受。要不是他偏心，任由你仗着嫡女的身份在府里作威作福，偷换了我谢家满当当的聘礼，他怎么会被气得吐血？哼！老天有眼，这就是报应。险些拖累柔儿，在出嫁前没了娘家，沦为京城笑柄。柔儿生性纯良，大度不怪你，但我谢燕南可绝对忍不下这口气。夫君，是我不好，是我没有福气，留不住母亲备下的那些丰厚聘礼。你别为了我和姐姐置气了。要是姐姐听了你的话，心里不痛快，转身再去找父亲哭诉，惹得父亲病情加重，那柔儿才是真的罪该万死。就是太善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跳梁小丑罢了。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回去不成？看着他们表演，真是恶心。姐姐，你就向燕南哥哥道个歉吧。如今父亲重病不起，以后这乔府的门槛还得靠夫君来撑着呢。若是姐姐真想进门，那可是得跪在地上，端端正正的给我敬茶呢。好痛，夫君，姐姐，我好心劝你，我好心劝你，你为何要害我？好一出苦肉计，人证、物证以及这显眼的伤口，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完美的闭环。在谢燕南的眼里，这就是一场确凿无疑的当面行刺。柔儿，柔儿，你别怕，我在这里。夫君，姐姐她是不是想杀了我？乔宁，你这毒妇，你还敢否认？我刚才亲眼看见你把这簪子刺进柔儿的身体里。亲眼看见，只要是你乔柔说的话，哪怕是假的，在你谢燕南这瞎子的眼里，也是不容置疑的圣旨。我真是瞎了眼，居然从不知道你心思如此歹毒。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谢府的大门半步！相府昔日未出的白眼狼，如今竟敢踩在大小姐头上撒野，老天无眼啊！这血迹
就像前世那段被我捧在手心里的姻缘一样，脏得令人作呕。这辈子不进你谢家大门，才是我重生的意义。那我谢谢你。他竟然不怕！我这句狠话竟像个笑话。好痛！必须用伤痛转移谢叶楠的注意力，彻底坐实受害者的身份。乔宁，这笔账我们晚点再算。主子这是让我去请那个被收买的王太爷。若是找错人，主子的伤势底细和那见不得人的卖案就会露馅。来人，快传太医！今天要是柔儿有半分闪失，我要你们所有人的脑袋！我一生爱惜羽毛，却在内宅之事上犯了大错。当年那个丫鬟爬床生下乔柔，我为了名声认下她，给了她嫡女的待遇，我以为她能安分守己。可如今，这纵容成了毒药。谢叶楠踹开的不是门，是我乔家的脊梁。乔柔流的不是血，是吸干我相府的骨髓。为什么还是这样？父亲的胸膛曾经能为相府遮风挡雨，现在怎么会这么轻？轻得像一把干枯的柴。这滚烫的血烫进了我的心底。我以为我只要足够冷酷，就能在这场阶级绞杀中全身而退。可我算漏了，父亲为了相府的门楣被辱，竟绝望到了这种地步。没事的，父亲，没事的，宁儿在这里。我不许你有事，我不许！相府后宅的龌龊事儿我见多了，刚才在偏门，谢家丫鬟塞给我的那锭金元宝，早就把今儿的吊子定死了。这伤口避开了要害，戳破点皮肉罢了，敷点金创药3-5天就能结痂。可这大实话要是说了，金子烫手，我也讨不了好。太医，柔儿伤势如何？可有伤及根本？公子莫急，夫人这伤虽未伤及腑脏，但簪尖锐利，刺破了侧腰的气血脉络。加之夫人受了极大的惊吓，心神俱损，这队里的亏空可比外伤要凶险得多啊！老夫这便开几剂重本安神的汤药，公子切记，夫人这半月内绝不可再受任何刺激，需静养心神，否则恐落下不可逆的病根。有劳太医。等我，父亲，父亲，你等我！谢夫人就是受了点惊吓，没甚大碍，好好养半月就行了。太医，大小姐，您这是？我父亲吐血昏迷了，求您立刻跟我去主屋施针，他快不行了！相府的地盘又怎样？今天我说了算。怎么，刚才我带柔儿进门的时候，岳父大人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柔儿前脚刚被你用簪子刺伤，后脚他老人家就不好了？这病发的未免也太巧了些吧？我看八成是你们父女俩盼着柔儿出事，见柔儿伤得重，故意演了这一出苦肉计，来这儿和柔儿抢大夫吧。谢燕南，你简直是个颠倒黑白的畜生！谢燕南，我父亲是真的吐血了，他快没命了！你和乔柔的恩怨冲我来，让太医过去！今天我就要彻底折断你乔宁的脊梁。想让太医过去，可以，那你跪下，就在这里，对着这扇门，向柔儿磕头认错。你说你心思歹毒，你说你嫉妒柔儿，我就让太医过去，给你那个半死不活的爹看病。谢燕南，你这是要用我父亲的命，在所有人面前粉碎我相府嫡女最后的尊严。忍住，疼痛能让我清醒，尊严现在只是累赘。父亲撑不住了，如果我现在拼命，父亲必死无疑。我是在用这副躯壳的躯尊，换取父亲续命的时间。妹妹，对不起。就这就完了？乔宁，你是不是脑子不好使？我刚才说的可是磕头认错，你直愣愣的杵在这里，脖子梗得比院子里的枯树还硬，这叫哪门子的认错？这是在给我示威吗？夫君，我伤口好疼。你听到了吗？柔儿说她疼，给我磕下去，直到柔儿说满意为止。父亲的生命体征正在消失，我没有时间了。用我的血换父亲的命，哪怕卑贱到泥土里。求求你！大小姐，快起来，别跪了！大门外面突然来了好多人，整条御街都被堵死了，个个都抬着系着红绸的箱子，看不到头，根本看不到头啊！狗奴才，你瞎嚷嚷什么？谁家出殡抬这么多箱子？不是出殡，是聘礼，天大的聘礼！他们说是崔家，是清河崔家来给咱们大小姐下聘求娶祖母了。清河崔家下聘求娶祖母。乔小姐，崔府前来下聘，求娶主母。这是崔家的诚意，还望乔大小姐笑纳。我的老天爷，这是多少聘礼啊！我在这玉路上走了大半辈子，就没见过这场面。可不是嘛！你瞧瞧那些抬箱子的力夫，一个个青筋暴起的，这箱子里装的得是多实在的硬铜猴啊！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阵仗，这气派，这可比前几天的闽南王府谢公子的聘礼多太多了，简直就是云泥之别呀！怎么可能？前
全是那个连买件冬衣都要精打细算，为了省路费推迟还乡的落魄书生崔景行，怎么可能拿得出这样富可敌国的家当？如果这99台聘礼是真的，那我费尽心机抢来的谢艳南算什么东西？我这身行头，在这真正的世家底蕴面前，简直就像跳梁小丑，不能让乔宁赢，绝对不能！崔景行算个什么东西？他不过是一个无门无第，连进京赶考都要靠沿途画游的酸腐学子罢了。他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银子置办聘礼？我看啊，莫不是为了充面子，故意找人抬了几十个里面装着石头或者是空无一物的空箱子来撑场面吧。前几日我夫君的聘礼就在这相府里被人偷梁换柱成了空箱，今日这崔景行的箱子，谁知道里面是不是也空空如也？没错，崔景行电视放榜时还穿着洗得发白的旧青衫，怎么可能拿得出99台极品紫檀聘礼？这绝对是相府为了挽回颜面、虚张声势的骗局。柔儿说的对，这木头看着倒是像模像样，只是不知道这肚子里装的到底是真金白银，还是些用来糊弄人的安杂物或者破石头。让开！都给我让开！乔宁，你倒是说话，刚才在院子里不是还挺硬气吗？怎么现在成了哑巴了？既然你们说这是崔家的聘礼，那不如现在就把锁打开，让大家伙开开眼界。怎么，心虚了？连箱子都不敢让我们验验？自寻死路的东西，既然你想看，那就让你死个明白。跟一个沉迷于妄想的蠢货解释，只是徒劳的自降身价。我懂了，我终于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乔宁，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啊！前几天我给柔儿下聘时，那几箱名贵聘礼莫名其妙变成了空箱。我说怎么满府上下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原来是家贼难防啊！大家伙都听着，这位平日里高高在上的相府大小姐，因为嫉妒庶妹嫁得比她好，不仅狠心刺伤柔儿，竟然还私下里把我们谢家的聘礼偷偷运了出去。他把那些真金白银倒手变卖，换了这几十口空木箱子，然后再让这姓崔的穷酸书生打着崔家的旗号抬回来。我说这崔景行一个破落户，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东西？莫非你们先前将我谢家聘礼偷走，倒手一转就成了这姓崔的聘礼？夫君说的对，姐姐，你要是喜欢那些东西，妹妹送你便是了。你又何苦做出这等偷梁换柱、伤风败俗的事情来？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谢家那点三瓜两枣，也配和清河崔氏的底蕴相提并论？面对这种级别的无赖逻辑，任何言语的反驳都苍白无力。谢艳南，你就像一个正在奋力表演却不知道即将大祸临头的滑稽戏子。真正的权力从来不需要声嘶力竭。来人，给我把这些箱子强行劈开验赃！休得无礼！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老子面前摆谱，我今天就劈了这几口破木箱子，看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见不得人的安杂物！他竟然无视我！你想验？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晚了！我今天不仅要验，还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你这相府嫡女的无耻嘴脸！真正的阶级碾压，从来不在于口舌之争，自取其辱的东西。既然你想看，那就让你看个清楚。开！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崔景行那个穷书生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相府就算贪墨了谢家的聘礼，也绝对买不起这些稀世珍宝。我不信，这肯定是假的！没有，什么都没有。这是最顶级的和田玉。这些难捉的光泽，比我王府库房里的贡品还要耀眼。找不到，一丝谢家的痕迹都没有。这根本不是谢家能拿出来的底蕴。这里可有谢家之物？这99台极品珍宝，就像99个响亮的耳光扇在我的脸上。我刚才的推断简直可笑至极。承认这里没有谢家的东西，我就是个信口雌黄的小丑。可硬说有，面对着满街百姓和刺目的奇珍，我连借口都编不出。世家狱卒，渭南王府虽手握重兵，但在真正的百年世家清河崔氏面前，不过是暴发户。他们缺少底蕴，而这玉牒就是这世上最坚不可摧的阶级证明。清河崔氏绵延数载，诗书传家，足有名训，以正家风。崔氏家规，非敌不立主母。非敌不立主母，这6个字无情地剥离了我庶女的身份，永远将我定在了阶级的下位。我家公子崔景行乃清河崔氏嫡系正统，现任家主。这99台极品聘礼，便是崔氏迎娶主母之位的聘仪。今日下聘，天地为证。原来我前世抛弃的那个穷书生，竟然是顶级门阀的现任掌舵人，而乔宁即将成为这个庞大世家的女主人。我输了，我竟然输得这么彻底。乔宁，我前世今生费尽心机，想要将你踩在脚底，可你竟然这么轻易的将我引以为傲的一切碾成了粉末。这玉牒的分量，就算是我父亲闽南王亲旨，也必须给几分薄面。我刚才竟然在这个管事面前拔刀，在这个崔氏主母面前大放厥词，甚至逼迫乔宁下跪磕头。我像个愚蠢的小丑，这响亮的巴掌全反噬到了我自己身上。王已经收紧，这场由下跪换来的时间刻度，终于走到了发号施令的终点。现在，太医可以去给我爹看病了吧？输了，我在这场由我亲手挑起的战线中，输得彻底，难看。我没有任何筹码可以要挟乔宁了。走。夫君，他……闭嘴！还不嫌丢人吗？上车！你想干什么？好狗不挡道，给我滚开！等等，向主母道歉。道歉？我堂堂云南王府世子，京城里横着走的新贵，让我像一个被我退过婚，刚才还被我逼着下跪的乔宁道歉，这比杀了我还屈辱。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命令我？老子今天就是不道歉，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刚才我逼乔宁下跪，现在却被崔家家领堵在马车前。如果不低头，我今天绝对走不出这条玉阶。崔家这公然以家奴震慑权贵的绝对底气，我根本惹不起。对不起。
这。这位大小姐马上就是崔氏主母了，我可不敢再有丝毫怠慢，得赶紧去救相爷。大小姐，相爷的命算是保住了。那口毒血吐出来，气结便算是解了一半，只是这内里的亏空极大，万万不可再受任何刺激了。多谢太医。家，立刻出家！只要你一天没有坐上崔家的花轿，谢家就有100种手段暗中反扑，相府拖不起了。宁儿明白，父亲安心养病，一切由宁儿做主。乔小姐，我家公子知道相府近日多有劳顿，不便操持。这些大婚的繁文缛节，若是夫人放心，便全都交由崔家来办。3日后，我家少家主将亲自进京迎亲。前世我只能为你收骨立碑，但今生，若谢家还敢伸出半根手指头，我会把他们的骨头一寸寸敲碎。不需要再立威，崔家的聘礼和父亲的旨意已经在这座府邸重建了绝对的权力秩序。大小姐，这些扔了，连着盆一起砸碎了，扫进泔水桶里。我要彻底抹除谢家在这里留下的一切痕迹，统统扫地出门，把院子冲刷干净，别留一丝腥气。自从被崔家99台聘礼和玉牒碾压后，我堂堂允南王世子的骄傲被砸得稀碎。我总觉得这相府的下人都在嘲笑我空憋的聘礼箱。我急需一个实质性筹码，证明我还能压垮相府。大夫，这脉象……谢燕南，既然你冷落我，我只能和表哥联手，凭空给你造一个无法推翻的筹码了。怎么回事？恭喜谢公子，夫人脉象流利如盘走珠，指下华丽异常。虽时日尚浅，尚不足月，但凭小医20年行医经验，此乃喜mang出现之症，断不会错。孩子，闽南王府的骨血，在这个我被崔氏门阀碾压的至暗时刻，这个喜脉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重锤。它不仅修复了我的自尊，更是我重新拿捏相府和乔宁的绝佳筹码。当真！表哥安排的那个江湖郎中一句假喜脉，就成了我的免死金牌。谢燕南那蠢货的疯狂喜悦，让我瞬间重新变成了功臣。乔柔，你这可悲的跳梁小丑，正在悬崖边上疯狂试探。姐姐今日的妆容可真是美极了，妹妹特意挺着这不适的孕体赶来，就是为了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让妹妹好好的瞧瞧呢。姐姐这就要嫁入崔家了，这满屋子的奢华的陪嫁，真是让妹妹看了都眼热呢。
这不是燕南哥哥贴身佩戴的那枚玉佩吗？姐姐，你今日就要风光的嫁入崔家了，为何还要在你的隐秘的梳妆匣里偷偷藏着我享夫私密的定情信物？姬藏妹夫的定情信物，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旦罪名坐实，不仅能毁了乔宁的清誉，更能直接撕毁这桩显赫的世家联姻。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我要在你距离巅峰只差一步的时候，把你拽回泥潭。姐姐，我本以为你退了婚，又傍上了清河崔氏这棵大树，心里早就彻底的放下了。可谁曾想，姐姐竟然对我夫君用情至深到了这般不知廉耻的地步。这玉佩，想必是姐姐费尽心机，才偷偷从夫君那里下作的讨要来的吧？姐姐啊，你这不守妇道的行径若是传了出去，那崔公子就算是脾气再温和，又怎能容得下像你这样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进门？以我们谢家如今显赫的门第，再勉强的养你这一房卑微的妾室，还是绰绰有余。让我去做妾，真是滑天下之大考。崔公子，谢夫人看仔细了，这真是谢燕南。谎言已经说出，我只能拉出谢燕南的虎皮了。崔公子，您这是何意？前几日夫君下聘时，确实不慎遗失了一枚贴身玉佩，与这枚极为相似。妹妹也是怕姐姐一时糊涂，留着这旧物，日后惹得崔公子不快。这怎么？二小姐，这是我崔家祖传之物，怎成了谢家的？我看错了。你输得一败涂地，连跳梁小丑都不如。急事不能耽误。吉时已到，起轿！公子饶命，奴婢全招。这年头，空手套白狼才是大买卖。相府那二小姐让我找个江湖骗子，号个贾喜庙。就轻轻松松把那闽南王府的世子爷给套牢了。那世子爷还真以为自己播上了种，昨晚高兴的赏了全院的下人。堂堂王府继承人，被老子一个局耍得像个猴。身为上位者，竟然借着下水道里的老鼠肆意践踏。我说，我全说，公子饶命！那郎中是我找的，那都是假的，是乔肉指使的，她根本没怀孕，她就是想弄个假喜脉拴住你，等过些日子再找机会设计让乔小姐撞她，制造流产的假象栽赃乔宁。我只是拿钱办事啊！假孕，假货，我不仅被耍了，还差点成了一把被这贱人握在手里捅向乔宁的刀。
城西大夫口风已严，药渣切忌按时送入府中，每日熏香遮掩。待月余后胎相坐实，便寻个乔宁回门的借口，设计让他在回廊撞我。届时华胎见红，王府盛怒之下，乔宁必然身败名裂。我昨晚还在构想如何用这个孩子去向崔家示威，这可笑的父爱简直将我的骄傲切割得支离破碎。我自诩精明，竟被一个低贱庶女和市井泼宦当成陷害乔宁的帮凶。乔柔不仅利用我的愤怒去毁掉乔宁，滔天耻辱！把这畜生给我拖去见官！玉佩陷害虽然失败了，但只要这个护身符还在，只要谢剑南还认定我怀着王府的骨种，我就依然是赢家。夫君，昨日才做的假孕骗局，还想嫁祸乔宁流产，好大的胆子！你这毒妇，是想让我谢燕南亲手害死他，再成为全京城的笑柄吗？全完了，白纸黑字，还有这满地的药渣，我苦心孤诣装出来的准母亲尊荣，被彻底剥夺了。夫君，不是死！这是构陷，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太想留在您身边了。如果你只是骗钱，我或许只会打断你的腿，但你不仅把我当成随意戏弄的傻子，还要把我变成一把捅向相府、捅向乔宁的杀人刀，罪无可恕。来人，把这贱妇拖回去。她喜欢做局，就灌下哑药，扔进马房，让她好好看看自己还能做出什么局来。乔宁是爱我的，前世他费尽心机绑下朱旭，今生转投崔景行，全是因为乔柔的陷害让他绝望。他是在用嫁给一个落魄探川的方式来报复我的眼盲心瞎。只要我现在去把他抢回来，亲口告诉他，乔柔那个贱人已经被处理了，他一定会像前世那样顺从的跟我走。妈！一拜天地，停下！我不同意！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生我的气，才故意嫁给崔景行的，对不对？你是在气我被乔柔蒙蔽。宁儿，我错了，乔柔那个贱人，肚子里的孽种根本不是我的，我已经把她灌了哑药，扔进马房了。你跟我走，我一定好好待你。谢公子，夫人的事也是你能碰的。用强行不通，只能用软的了。宁儿，我真的是被骗了。那个贱人串通江湖郎中，弄了假卖案，还找了个泼皮冒充王府的种。我当时只是气糊涂了，才会那样对你和岳父。现在真相大白了，那个假孕骗婚的贱人已经付出了代价。你不用再用嫁给别人这种方式来惩罚我了。
宁儿，你跟我回去，这门亲事不作数。我明日就用正妻的仪仗，重新抬你进门。谢燕南，你其实谁都不爱，你只爱你自己和你那点可怜的脸面。你发现乔柔骗你，不是因为你多心疼我，而是因为他让你闽南王府成了全京城的笑柄，让你替一个市井泼妇当了王八。你现在跑来崔府抢亲，也不是因为你突然良心发现。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不顾我的名声，像个疯子一样大闹这庄严的婚礼，让我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好待我。我的遮羞布被彻底碾碎了。宁儿，宁儿，两世为人，你终于成了我的娘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孩子们跟着老夫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曾是压在我前世脊梁上最沉重的两座大山，那个我曾经仰望的权贵，那个曾经踩着我的骨血向上攀爬的庶妹，如今只化作了这薄薄的一张纸。一切都结束了。起风了，我们进去听父亲讲课吧。